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不断提醒我应该长时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才会孕育而生。在老街就像直中散步，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非常迷人。我喜欢这个旅行，早上6点20分的这一班，对，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有时候你一直就有专车的感觉。年纪越大的时候，一个人坐这种车越有感觉，越有苍凉的感觉。因为以后就6点20分。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写文章了？没，有啊，没，对吧？所以你现在脑袋里面就是在硬做，就是在写文章。 6点20分的，6点20分。碎碎念就对了，是吧？因写文章的人基本上都是要碎碎念。6点20分的内湾线，孤独的内湾线。我们快要到竹东了。哎，对，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对，今天最终目的就要到竹东买菜。我们搭火车，去竹东买菜。对啊，太夸张了。对，那我为什么这样选择，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玩。我一直把菜市场当作台湾观光旅游非常重要的一种景点跟元素，就是菜市场是台湾的观光景点。你意思说，就是因为每个小镇或者每一个地方，它的市场能够跟当地做一个最紧密的结合。从菜市场可以看到周遭的景点，从它的生态、它的长出来的东西，乃至于在那边消费吃的人最贴近生活的东西。很少人会把竹东当做旅游观光景点，而且是菜市场。对，因为菜市场，所以我觉得菜市场最重要是在这里。竹东就是要逛到菜市场，然后这里也可以跟明天我们要去的关西做一个对照。关西的传统菜市场是比较小规模，是，可这个小规模可以跟大规模做一个对照。对，啊，那边有很好吃的，那我可以来看看小传统的，譬如说板条，对，哦，这个好，跟那大传统菜市场的板条会有什么差别？或它的这边的菜包跟这边的菜包有什么差异？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哎，我们快到了，快到了啊！哦，对。竹东这个车站是这个内湾线，就这个车站是最好看的，而且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一个大站才会这样子。为什么选这2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台南线就这2个城是最重要的。它们2个都有一个经济规模，可是它经济规模不太一样的是，竹东的经济规模当然大，但是关西是一个小而完整。但是竹东是一个复杂性就多很多，因为它有很多外地会在那边汇集的地方。等于说我们2个这次2边去走进去，一定是不同的内容，会有很大的挑战性。拭目以待了，拭目以待，走吧。好，龙华，你用来拍谁？宝进，空车我负责，装满的时候你负责。下雨天买菜还蛮诗情画意的，对。然后我觉得这次买菜哈，来到这里。这里就是我们后面就是竹东菜市场，对，从这边走进去，真的是琳琅满目，旗舰店。所以你今天讲的就是说，它是很多周遭的乡镇汇合的一个大菜市场。北埔、坚石、五峰、衡山那边对，那这些地方有原住民的，是，也有客家族群的，当然也有闽南族群，它汇合在这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地方。是。那我今天来买菜，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我买完菜，今天是要做菜的哦。我不晓得你会买哪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我看起来每个东西都觉得长得，我只是带你负责来，我随便买一买，简单买，主要是靠你买，而且靠你做菜的哦。有些地方我看过呢，它是用汤的，我们这边就纯干的，对不对？这边没有用汤的啊。没有，说别的地方有汤的，因为它你只卖干的炒面而已嘛，对，炒米苔。那为什么不卖汤的？这个是我比较好奇。是我们忙这个没有这个习惯，忙不过来哦，忙不过来啊！我以为还有什么风俗习惯，原来是忙不过来。他表示生意很好啊。是。
今天天气真好，今天这种下雨天吃米苔木，哇，好，完美的味道，真的啊。你是客气吗？还是怎样？真的。其实这个米苔木是炒的哈，对，只有好像竹东有，其他地方都也没有没有。对，我就觉得奇怪，这个只有在竹东有啊。哇，这个更厉害更了。重要了。我小时候我们在农忙的时候，我们在割稻或者在做农作的时候，真的是就有人担着，然后就过去。不过全部到目前为止的印象中，全部都是喝汤的。但是是吃米苔木没有错。做米苔木最美好的时候，就是我不需要太忙太小了，可是呢就真的等着在那边吃这个点心。哎，对，是。我觉得这个文化包装上哦，客家的那个米苔木，它可以包装出一种特色来。可是以前在过去的宣传里面比较欠缺这一块。我对这个很有兴趣，韩骨桂这个有兴趣。那里面再加上什么？再加红曲就是这样子。是。这是它有看得到。了解。它还要蒸。我这个还没熟啊。还没。那你什么时候会弄好？等一下，我们会蒸。真的啊，因为红曲真的是这个是台湾的食安应该要走这个路线啊，这样才会有意思哎。第一站就吃到这么精彩的客家小吃，接下来你猜还会撞见什么？哎，隔壁的这家卖的是南北货，但它店面的布置我觉得非常有客家的味道。哎，陶哥，旁边进的没？有没有尝试过这种石锅米啊？对啊，没有，我觉得这个太容易了，我们要有一种要有实验精神，要创造性。这个人家已经弄好的，我没有意思。这是懒人包哈，我们就放弃，我们要放。我这是聪明包，那个叫懒人包，我们这是辛苦包。既然你如此的话，我坚持，无言以对了。这两个是可以混在一起，应该可以试看看。是可以，这个可以的，但是我要先熬这个吧，先把它熬熟了再来煮混在一起，因为这比较快嘛。是大概要4个钟头来的。 4个钟头，4个钟头。对啊，别塞了，还别塞了。你刚刚问的就很快，你是太久了，太久了。这个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个几乎只有它。对呀，我记得都永远吃这个啦。我们吃小米粥啊，你看。小米瘦肉粥。小米瘦肉粥加皮蛋。加皮蛋。你真的是内行。对，没话讲，可以哈，真的。好，那就一个这个。来，好了，都来了，60块都了。因为主要是，但我们待会记得要买皮蛋。我通常逛菜市场哦，不会急着一直买。我比较喜欢像一个侦探，喜欢慢慢的观察每一个小农。总之就是拼命的问，可是有时候很麻烦，就是问到后来真的忘了买菜。有这么厉害啊！一抓就习惯了。谢谢啊。那这个菇你们种到哪里啊？这些菇都从哪里？新社啊，台中的新虾啦。台中新社。好了，吃你们台中的了。我到新社就好了，干嘛来到这里买？因为我们只是好奇说，这个竹东应该有一些在地的东西。那这里只有在地的，比较在地的是什么东西？譬如刚好吃到米苔木啦，这边有它的从新竹翁来的一些特产是哪些？除了这个以外。 你是说农产品？农产品啊，这些点买来讲，做农产品都有什么？因为农产品一般都是雪莲啦，哈。雪莲我没看到，哎，对哦，难怪。还有冬天才有。雪莲有点像地瓜，哎，来还有呢？还有什么东西？还有那个煎死高丽菜，很好吃。就等一下我去买一个高丽菜，问一下是煎死。你问一下是不是煎死？小小颗啊，尖的那个就是煎死。OK， 我去注意一下。那这个多少钱？那个35块。好，谢谢。也可以送9层塔。 大小，尖小的，哎，这一趟很辛苦，要买菜又要做菜。古董的、传统的那种卖小瓶子的这种的，是，哇塞，以前是用一个玻璃杯，玻璃罐啊，就这样放着嘛。传统的，是玻璃瓶嘛，对，传统年代的时候是这样子。还没有保鲜，还没对，没错。像那个烧酒，哦对，烧酒那个瓶子啊，哦对，我知道，想起来了。那瓶子利用，买一个回去啊。你要买一个这个？没有的，你今天买人家一杯，人家他卖你，是。看到这个呢，感动。这个青岛茶是我们是看到这个才要喝青岛茶，没有这个还不养喝。我为什么买它的贵尿？
因为它的桂鸟跟我们台北买到的桂鸟不太一样，它的嫩叶啊，对比较多。如果是一般的都是是嫩芽，那黑椒片的这种，这个比较那个自己摘的。哇，借拍一下，太美了。你要做什么？我已经忘记了那个是什么东西，要茶叶蛋，要不要皮蛋？那个啥，对，我买什么？反正买的就对了。小米粥，茶叶蛋跟瘦肉。对，你瘦肉买的嘛？那就是绞肉来代替就好了。对。几颗？2颗就差不多了。2颗，好，2颗。那这样子这么多要几瓶？差不多10瓶哦。10瓶左右的。哇塞！我们这边录完影，我们就醉倒了。红色这个是不是很吉祥？而且味道又更好吃。对。啊，你在这边可以一天这么一大桶可以卖得完吗？一桶可以卖得完吗？载2桶哦。这2桶完了，我不止1桶卖得完，2桶都可以卖得完。你实在问错问题了。这样子一个这样多少钱？1把多少钱？1把。1把。1斤来1斤呢？这样称的。1斤60。便宜啊，60应该很便宜。自己做的。那我们等一下去他那边哦。去那边，然后看看他整个的一个腌制。我们下去你那边下午吃完买菜完这。好嘞啊。OK。有下雨。哎，下雨。漏水我听懂了。在这里看到这么多客家食材，客家人逢年过节必须准备的红糟鸡、红糟鸭，哎，我们这里应该也好好来认识一下。做就好了啊，好。这个已经发酵了。还没有啊，对，这是红曲。他们把它弄，就是他们红曲做出来的附着在那个身上之后，然后干燥之后方便我们使用。这是红曲。再磨成粉。对，菌种磨成粉或整粒用。我们有2种用法，磨成粉是我们它的独门秘方。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讨喜。那这样子这么多要几瓶？差不多10瓶哦。10瓶左右的。哇，塞！我们这边录完影，我们就醉倒了。先搅拌一下，看不够我们再添加。现在很好闻啊！现在有没有那个香？很香，已经出来了。那个米还没搅拌，我们就会先装一碗搅拌黑糖，然后后来当做甜点吃。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红枣这个文化是客家人特有的文化，还是其他地方桃竹苗客家人比较多？以前年代物资比较缺乏，有没有？对。我们要过1年之中只有冬季，这个是冬天，我们1年只能做1次。为什么呢？过年的时候。对，夏天的时候那个温度比较高。对。容易发酵，就会比较快酸。我们客家人生性又节俭，以前没冰箱啊，对，那有那肉就要慢慢拿腌起来，慢慢吃，食物可以保留的比较长久。除了保持长久，要红色是讨喜吗？对，性吗？对呀，红色这个是不是很吉祥？而且问题是味道又更好吃。对，还有，反正过年的时候，我们客家人是必备的佳肴，就对了。是。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买的东西也差不多了，菜市场要打烊了。好，所以我们赶快再看一下。对，然后去吃饭，午餐。对，然后晚上我们再来好好料理这个东西。这个板条哈，就是我们在台北吃到的板条都是假的，这板条就是那种，就是真的，吃得到那种感觉。是。卖到几点？晚上8点。晚上8点啊？从什么时候现在开始卖，还是早上开始卖？早上8点。卖到晚上8点。哇，那辛苦了。辛苦。那晚上8点还有人，这边还有人会来进来吃。
老顾客啊，老顾客，好多，老顾客。老顾客很多哈。晚上的哦，这个很好，对哦，那这对样不错。嗯哼， 50多年的多哦，对，做50年的啊，吃饱了，吃饱了。哇，很舒服。阿婆很好吃，好吃啊。哎，料很丰富，很实在。哦，我一般在这样吃哈，实在是没办法吃到这样子。竹东市场，包括这一次我总共来过3次，对，但这3次的综合印象，我觉得这个客家传统市场的蔬果给我的印象是比较保守的，比较没有新鲜的蔬菜，在这个地方让我很惊奇的发现，这个中南部我比较容易这样子。可是另外一个意思代表，它就保守了很多很棒的他客家的一些对，文化、他还继续保有这个东西美食文化的东西，他必须坚守他的过去的东西。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很过去的东西还保持得很完整。对啊，让我非常惊喜啊。对啊，像米苔木啊，对，红枣啦，对，对，连刚刚的我们吃的午餐那个面摊的，对，阿公阿嬷，我觉得那个太迷人了。这就是这个传统市场我为什么要来的原因。对。或者明天我们到关西会看到另外一种新的风景。我了解。哎，你还记得我们早上遇到的酸菜阿嬷吗？有，听说他摆摊已经快40年了，而且他儿子呢还有一间酸菜工厂。对，我非常好奇，到底他这个酸菜是怎么腌出来的？怎么这么香啊？那这个东西呢，是不是之前新鲜的时候要先经过晒太阳？我们从田里面的芥菜到成熟可以采收的时候，对，采回来我们要腌制，对，要加工要腌制，是腌制好要在露天的广场去给它太阳的温度去给它发酵，一般的让它变软，对，给它脱水变颜色变黄变酸，它们发酵才会酸呐，才会有香这样，哎，那个过程差不多要3个礼拜以上这样，哎。那我开个玩笑，我以前看过那种人家用脚去踩的。对，那就是采出来就是酸菜这样，就采成这样。对，哦，那时候采出来是这个哈。对。OK， 我们用采的原因就是把这个叶子的皮下组织把它破坏这样。我们这样压，它会这样揉成，就像我们洗衣服这样搓这样啊。是。就把它皮下组织把它有点破坏了，对，然后有点那个就会有香气出来这样，在离开之前，老板又带我们去看了跟酸菜师出同门的梅干菜。你为什么要有一个那个网帐？是怕那个蚊虫啊？蚊叮还是怎样？卫生啊，卫生不会有黄尘。老师讲的就对，卫生啊，卫生啊，因为你现在市面上的梅干菜，很多人的反应是说吃起来有沙的感觉。对。哦，对，洗不干净。对。因为它粘在这边，一洗之后，下面全部都是沙石嘛。对，所以说我们才会把这种菜的地方把它。那你用的是用这个塑胶网的，然后呢，让下面的气可以直接透嘛。对，赞，谢谢了，谢谢。对，今天让我们大开眼界，感谢。哇，你的手真好握，整个根本就是跟梅干菜没有两样。哇，很粗啊！不得了，你形容梅干菜就是那手，那个手根本就是梅干菜。我以为是酸菜的手嘞。你的手很嫩啊，我手很嫩的。你那个可能比老婆的手还嫩，对不对？来，你一定要握她的手。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这只手抓那个盐巴，你看，一年要抓多少盐巴，然后这样摸出来的。哇，真是哇，是，谢谢。这是磨练出来的。竹东暖桥这个社区，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彩绘。听说都是一位暖桥的女婿，这位先生叫做吴尊贤，他花了4年的时间，从一幅千人彩绘开始，自己一个人完成。我们终于来到了今天要做晚餐的地方，暖桥，竹东暖桥。是，这个地方你看我前面这个画。听说了哈，他
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就是暖桥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地方的民情啊画在这个地方，所以就很多的一些农民，他们有鸡啊，有一些水果，有鱼啊，这样子耕种。对。然后竹东这个地方哦，暖桥这个地方哦，有一个最有名，就是以前叫做竹东郡。OK， 那竹东郡以前灌溉非常大的一个，灌溉非常大的面积，可是现在因为农业式微啊，对，那大部分都用去工业竹科的用电去了，灌溉水的用电用水。然后，可是他们这边目前我们现在来，刚刚一路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农业产业还是需要的。你们这个暖桥这个地方，对，它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以前常常都经过，过而不入哎。暖桥是呢，上平溪下来哈，第一个最大的冲积平原它曾经在台湾的开发里边也是曾经是一个停留点，因为原住民的势力的关系，我们在这边呢集结以后再往前推进。所以是汉人跟原住民中间的一个交界点。对，一个交界点，我们称为叫台湾很明显的叫做边关隘口型的聚落，它曾经是这样子。李先生说，软桥当地的甘家是竹东的大户人家，他们有一间将近100年的老厝，这个我就非常有兴趣了。哎呦，我们没想到软桥社区有这样老的地方啊，就在这个进出这个，就是所谓原住民跟客家人这样的一个开拓的历史，这里这样的一个靠近山脚地方，还有这么老的一个老房子。对，那你想想看，他们事实上跟北埔的江家开垦，跟竹东的彭家开垦都有连带关系的。这边比较特殊的，你可以看到上边的话还有那个塑像。那塑像的话，像老鹰啊，这平安啊，这所代表的，但是都已经退化掉。对，女儿墙那个柱子上边，然后呢，可以看出它的风格还是承袭到日籍匠师的那种的作风，它的建筑风。那古镇下面的地方啊，有那个就是那个我们一般讲建筑叫圆光的地方，就是画那个彩绘。对，哇，这个画得很精细，画得很精细。对，它有西洋的画风。有，对，我刚看到是这样子的。从这个房子可以看到竹东的历史啊，树麒麟的历史，在这边已经在这里已经确定已经扎根的很久，对，有一种安全感的啦。对，就客家人在这安全感才敢这样。然后在这个整个文化冲击的状况之下，它留下来的这些的传统的跟新的东西一直在结合，想办法把它组合在一起，对，然后看出它好的成绩出来。对，一步一步来的。对，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是一本好的课本呢。对，是一个很好的课本在这边。听说甘家早期啊，还有自己的灌溉的水库那是一座非常美丽的皮塘。这样的地方久了以后，往往会变成自然生态非常丰富的地方。这里就是那个刚刚那个李先生介绍的暖桥那个甘家的后花园，就是水库啊。他们自己的事业庞大，所以他们自己要水库去灌溉，这简直是。你看走这些，匪夷所思。对，这个水库实在太大，这么弯来弯去的，有一个古厝，又有一个秘密的后花园的水库。对，而且这水库如果荒废个30-40年，没有人管它，这里是一个非常棒的自然生态区域。没错。这样的秘密基地，最好是不要有人知道。可是现在被我们知道了，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好好的把它发扬光大，不是开玩笑，什么发扬光大，那完蛋，保护起来。保护起来，这个地方最好保护着。然后我相信到了冬天来这边观察会不一样，是它这里会有很多的鸟，不是这种本地鸟类，是有那种鸳鸯，会有小水鸭，各种的涉禽类的会到这样的地方环境，甚至于我都觉得，因为这样的环境的出现，会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一些候鸟会出现在这里。我觉得竹东应该好好把这个地方，当然也是有限制的观光景点，那这里会发展的很有意思。我觉得非常棒。你看这一排这样多好看。85了83，你83是不是85？哇，那你想又气耶！我57。
身为美食家，你应该很会做菜吧？哎，说了一口好菜，不过我也装得很像。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叶子比较多的这个桂鸟哦？对，因为一般的只是嫩芽的哈，对现在目前喷药喷的比较严重。是跟它的野的竹东市场，我买到的是叶子比较多，我觉得它是一根摘的，是比较辛苦的。可是这个你在处理上的时候，对，就比较麻烦，因为有嫩芽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一下处理。就待会我们现在烧水之后就是要穿烫的，对，是穿烫，哎，就简单一下子就捞上来。穿烫的火候就很重要了。没关系，如果是太生的话，我们当沙拉吃。OK， 可以，你拌一下，我来看你要煮另外一个是。对，稍微多一点吧，我自己没有下水，但是我觉得还好吃，涩涩的，但是可以啊，因为配那个小米粥刚好适合。这就是我们的晚餐，对吧？这种晚餐，小米粥、金针花。过猫是100%有机的，哎，因为它不需要打药。哦，那也真的是不错啊，撒盐跟嫩芽。我叫我们的主厨老婆来练习。你不要这么嫩，真的难得这么好吃。是不是在你前面假的？不是吃你嘴软的，我讲实话，真的。香水什么？你这是香水吗？香水金菇跟那个叫胡萝卜汁这个。是。也还不错哦，当然可以炒得那么脆。对，我就希望不要太熟，因为一定要吃到那个脆的，对，脆的感觉。就是你把胡萝卜没有，胡萝卜需要再久一点。没有，它也应该要先。因为我刚刚已经生吃就很好了。怎么样？今天自己买，自己煮，自己吃，对，自作自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对。那这样的行程，竹东在台3线，我觉得它有一种，我今天觉得这样的旅行应该多让人家知道，它从过去的历史以及我刚刚讲一开头，它作为一个旅游指南没有介绍的地方，我觉得它有一种喧嚣性的没落，热闹的没落，应该希望透过这样的旅行，很多人能够知道。我自己觉得希望这样的旅行以后会有多一点人来。了解。但我很担心明天的关西。明天我要坐公车去，是关西是个很小的地方，是，我很担心我们找不到像竹东这么精彩的。我觉得其实一群认真生活的人，他的故事就一定会非常精彩。真的。那关西呢，一定有很多很棒的人。其实我们明天谈了，我们明天看了，应该会有。我们去了就知道。是，也非常期待。OK， 非常期待。是，今天听到这么美妙的蛙鸣的声音，明天应该是一个好天气了。谢谢，不好意思。那就1个小时一个，差不多啦。一般乡下的是这样。你这班那有没有说那个关西的跑到竹东来买菜的？还是都在关西买就好了？有，那个货比较齐全。真的哈。关西的没有这么齐全。真的哈。关西就是人可爱了哈，懒人。对，他们是算是长寿村呐。对，他们看单。对。三窝鸡的样子，三窝鸡，三窝鸡也是三窝鸡，然后是那个是白色的。讲话这个骂个啦。然后要摘完之后要送去给女儿吃的啦。对，三窝鸡啦。那有那个鸭子要吃哦。鸭子对啦，哦，想起来了，我小时候我们养鸭子的时候，我们也是曾经也切过这个东西，对。三窝鸡的。是啊。我搞讲国语我不会讲。没关系啦，孩子。来，阿婆要去哪里？关西。你去关西？你去买菜了？不是买菜啊，你去关西买菜还是找亲戚？买菜。买菜，我们是同行哎，真是哈。掉下来了。那阿婆几岁？
83岁。大家都去买菜，今天真的哈，我们就是变成买菜专车，太好了。大2岁啊？哦，你85了83，你83是不是85？哇，那你想又气耶？我57。你看哈，这一排这样多好看。对，所以我们待会在路上如果看到这些阿嬷们哦买什么菜，我们要跟他检查一下。哎呀，好天气，青蛙没有骗我们。好，哎，这个天气昨天的青蛙没有骗我们。我觉得关西这个菜市场是一个老的菜市场，它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这个小菜市场跟竹东那个大菜市场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竹东那是个旗舰店，对。那关西这个虽然也是个3层的传统菜市场，可是我自己直觉啦，传统市场都是老人，就是刚刚我们那群老人，对，没错。除了我这个57岁的，好，又 key 的，哎，对对，啊对，阿爸，你买好了？买好了。啊，你买什么？我看看。来，检查。好，猪肉，这里说要排骨吗？排骨有啊。有。哎呀，这个，你这个要做什么了？苦瓜你要做什么了？煮啊，补啊。补啊，是。要排骨啊。啊，你要补那个啊，你就买这些而已啊。对，好了。啊，你不买其他的，啊就要回去了。不要。你要坐公车回去了。对。就只买这样就坐公车。对呀。啊，他免费的，他75岁我还没到。难怪。我还要等他一下。老人刚哦，然后假边挤啊，然后出来郊游一下。这个一个多少6千。啊，这里真要看啊。我喜欢买那个，对，因为昨天吃太多了。要大一点的吗？我一个人，我们2个人住这一人，2个人生活。2个人生活怎么吃那么多？哎，我们2个人不能吃太多了，是吧？饭先多一点。多少钱？这样子啊？算10块啦。10块钱了。我们2个吃而已啦。来，这个市场就是小而迷你。对。然后这里也会有一些红枣的啦，我们看到红枣的哈。对。也是这里的一个特色，就是竹东的缩小版，这里都会看到。老街你们看到？哦，有。以前的老街街铺，老街街铺，这个都是非常完整，有没有？哎，但是也很大标准。上面的巴洛克的风格应该有。对，应该有，哎，可以感觉有点拆掉。所以这个市场比较迷人，就是它是那种还有那种过去的那种建筑还存在，可是进来人不会去注意到。是。哎，我看到上面的扛棒，那个检查机，这是以前那个检那个茶那个东西，我现在比较少看到。哎，那个现在已经没有了。可是这以前是你什么店啊？以前就是我们专门做农家人的采茶用的机器。啊，机器现在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了。没有了。为什么会没有了？被茶叶没了。因为没有茶叶了。茶叶没了。茶叶是有问题，就是说当初被高尔夫球场买走了。目前开张的就有5个高尔夫球场关系。天哪，那所以他们买了全部都是茶园，还没开张的。还有8个。这里还没开张啊？哎，只有5个目前是开张有营业的。所以5个加8个就13个。哎，问题那个茶园都被买走了，没有耕作了，我们这生意就差了一半。所以整个高尔夫球场了、高速公路了、休耕政策了，所以呢，这整个结果当时就做这个，就开始卖这个。这个我没看过哎，这不是山芹菜哦，不是山芹菜哦，也不是那个政治菜哦。你们怎么煮？我们就先煮这个炒时。前面的那个先煮，然后就在后面这个料后煮。哦，就是根先煮，然后的甜菜没有，这边种专门种的是吧？有啊，我们到破坏就
我没有看过这种，没有，我没有。终于看到一个，这是客家才有啦，客家才有这种菜啦哈，闽南没有这种菜啊，客家才有，客家才有这种甜菜啦。好了，你买了对不对？对，我买了，还买了。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哈，这整个空间跟人跟食物之间的和谐度非常好。对，难怪他老人家他会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他没有慢慢的压迫的感觉，他就会很优雅的在这边慢慢干净，对，优雅，然后慢慢讨论，对，然后会有一种，就是你买菜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把它当观光景点，是，可他买菜的一定是生产者跟消费者。对啊，销售者跟消费者之间一定有一个很熟的关系。他一买就可能20年，买了30年。是。然后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儿子是什么都知道，甚至你媳妇有没有对你好，他一定都非常清楚。而这种清楚使他们的关系就非常说，譬如说，就会发生一种事情，就我们买菜，我们跟那个阿婆买菜，买的人一定跟他很认识，他也就顺便来帮那个人来帮你讲话，说你买这个好啊，这个什么啊，就讲，我觉得很关系，可以互相对讨论的，然后鼓励你要买，了解，这种关系就出来。好，我就100，很有趣的市长啊，对。我们总共有销过85个港口，那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蒙巴萨，连火箭队的休斯顿有啊，然后阿姆斯特丹。我们应该来喝这里的特产啦，喝仙草。对，关西的特产就是仙草，全国产量最高的地方，几乎一大半都是从来自这里。对，这里有一家仙草茶的工厂。哦，那这家仙草茶工厂，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开放，我们来试试看。好。哎，我看到了，老板有。对，他是在卖那个仙草茶。是。他应该会知道，也许是就是那个仙草茶的那个工厂，就他们家开的。问一下，是，好像有看到这个东西哈。哎，老板你好。你好。那个，对，仙草茶。哎，仙草茶在这边。那这个是仙草冻。对，这个手工的东西不是说很多啦，纯手工是一罐这样装，不是。那个你这个隔壁间有那个您的那个仙草，这是我们的对那个干。哎，对，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很好奇，哇，很少看到仙草放这么多的，然后堆积如山，然后绑着刚刚走进来就有闻到这种仙草的味道。对。那个你这个是称仙草卖的吗？对，称斤卖。对，人家来是买1斤这样整包背回去的。没有，我们都剪成一段，方便一般小家庭那个。所以我也可以买，一般小家庭的，我也可以买那个1包，然后我就可以自己熬煮。对。那我熬煮倒好大概要烧多久的？大概煮个1个多小时，它味道出来就可以了。对，那新鲜的煮的跟这个干的煮的差别会在哪里？因为新鲜的煮起来也不难吃啊，但是感觉好像大家还是要买。一定要经过晒过，而且要放过1年才可以，才会有香味。才会有胶质呢，还是你这样子，他自己这样煮的胶质会比较差一点？绿色会有，但是可能没有，就是没有那个香味，但一定要经过曝晒。曝晒才有那个香，主要那个香味没有了。采收是在花苞还没有含苞待放的时候。对，即将出来含苞待放。含苞待放。我春天的时候采收过，他居然吃得很高兴，然后以为是自己煮的最好吃的仙草，我煮了8个小时销货。所以你也很贤惠呀，哈。哦，还跑到山里面呢，走了1个小时才采到。我每次来喝仙草茶，一定来看这家老师。第2个就来看这个老师。不是来看戏哦，是来看戏院。在关西以前有3家戏院。OK。第1、第2、第3。不是，我忘记另外2家名字。但是你打开1976年的旅游指南，1976年是第1本。OK。里面关西有3家，那很多的当时的老镇、小镇，基本上都有戏院。是。比较大一点的镇，通常会有3到4家。OK。关西有3家，那是很正常。可是随着电视的1970年代电视开始出来嘛，没错，出来慢慢多的时候，戏院就慢慢没落了。是。那这一家包括关西第1戏院或其他2家也都没落了，但唯一存在的是这一家，
还存在着。对，有点凉意哈。对，是，这个戏院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顺着斜坡，依着山势去盖戏院，然后慢慢下来。所以现在目前是把它弄平了，那过去应该就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也不是，它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这里有放那个椅子在这里，放椅子，这边有椅子，对，放椅子在这里，是，然后那个放椅子在这边慢慢下去，然后这边看戏，然后我记得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对，还有那个地方，是，现在看到那个地方，是，这里有一个空的走道，应该是什么？就是通风口，所以这里应该以前都那个，他现在把它填满了，这里应该有个细缝，那个细缝呢，是一个。就是风，自然风，因为下面就台地就是水稻田嘛。对，因为那边就是那风进来了，它灌进来，从下面进来，所以你坐在这里，下面就有冷气体上来。哦，这样看电影非常舒服。可惜现在这个空间就那个屋子这样蛮有趣的哈，一个结构之后，那最中间的地方就保留日本当时候的那个房子的一个方式，环保的绿色建筑的一个概念，让热气从那个地方可以出去，然后又可以挡雨。这个空间，未来怎么办？这可能是当地人要思考的。他们已经思考了20年，思考20年，你还叫他再思考下去？我们现在沿着下坡走下去，远远的那边就是上南片了。真美，我远远的看到一片片的稻田，还有一些应该是仙草田吧。不过去上南片之前，我们要先去了解关西曾经最重要的红茶产业。这附近就有一间快要100年的老茶厂，我们应该去看看。这张我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在介绍台湾的100年以前清朝时代开始的茶的时候，现在都流行有这个画面出来。这个没想到红茶公司也有这张。以前漂亮的呢，就是这些样子。不要这样说，是应该是日据时代的。红茶公司现在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来，真的很赞。对，是。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没看到这些。因为以前当时候你看那个箱子在包装的时候，因为以前没有什么纸箱子，你看他们都全部是用那个木板的，然后再把它印上去。这故事讲没了。哦。木条的楼梯这么宽，就知道因为是工厂，然后这可以想象，难以想象。对的木板。像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沙板，就是我们外销的时候要刷在茶箱上面的那个板子哈。是。哇，没想到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很多那个板子可以有很多历史故事可以讲。那我们刚光复的时候 ，Made in China。有很多人以为怎么会 Made in China？ 其实我们民国38年以前所有外销都是 Made in China。那个时候还没有 PRC。那时候我们还是联合国理事国的时候。对。然后50年代 Made in Free China， 自由中国，那个 Communist China 分开来哈。所以很多要迁就那个现实没有办法。那这个铁的这个片子，这个铁的这个标志是贴在哪里的？就是要刷上去，就是透工的。刷这样刷上一个。蘸那个墨哈，了解，刷上去哈。这有很多，比如说一说比亚洲很多，我们总共有销过85个港口。那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蒙巴萨嘛哈，蒙巴萨就是肯亚奈罗比的外港，离台湾大概有6、7千公里。这是我们就57、58年那个时候，我们外销苏联的茶要运到这里，转到苏联。这样子啊？这是75年来我们所外销过的港口。了解。总共有85个。连火箭队的休斯顿有啊。然后阿姆斯特丹。就是我们75年来，我们外销的茶叶，其实绿茶比红茶多。真的。尤其是60年代以后是。1年我们3个厂24小时工全部销日本，台湾最多的是1年1万多吨销日本。尽管关西的制茶产业已经风光不再，但这间老茶厂仍然处处保留着有关这个行业的故事和美学。茶师鉴定茶叶的审查室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这种陶杯，我们都这种绿的，没有那种是不会像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哈，你可以这样子闻。东方美人最淡了啊。哎，对，这样子闻哈。哦，这边都闻得到哈。这样。有 ，OK。哦，这样看。然后它下面接下来是包种的，包种。哦，包种的。是，它们有点碳的，喝茶用对，是。喝茶就要比较有一种文明性啊，来看一下。而且喝的时候是不是要有点声音出来？还有要有声音吗？要声音吗？要混一点空气，对不对？要里面舌头里面转几下。哦，你的声音很大哦。哎，就是让它有氧气在里面打气。对，我声音也不错。东方美人。见证了关西镇红茶的历史。现在我们去看仙草田吧。对，不晓得仙草农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关西镇。张先生啊，嗨，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刚刚在那个关西那个第一市场有遇到那个阿婆啊，他们在卖那个仙草，那个就是听说都是你供应的是吧？对，我给他的。好漂亮，它整个前面都是绿色的。对，通通绿色，看不到泥土哦。你试试看。好，试试看。然后把它揉。对，要你这样揉看。啊有。哎呦，有了啊！哇，很滑。对，就村子不会进去了。对，那个味道哈，好香。现在很嫩。现在很嫩。但是真的是就有胶质在里面。对啊，对胶质啊。哇，真是不可思议。哎。就是不简单的，不是开玩笑的啊。对，这是桃园1号啦。对，桃园1号叶子比较大啦。对，叶子比较大。我野生的哦，摸一摸啊，那个有胶质，但是没有这个浓。不一样，那这个差很多。差多啦。这个黏很多，那个摸起来不太一样。那叶子不一样。对，那摸起来就是比较干。对，比较干，没有。这怎么搓都一点点而已，这一搓起来就全部是了。就到那时候你们要知道，那挖的时候你看到有香，那香味哦，我们这里挖，你在路上旁边啊，全部就是。那晚上你看到你提车子这里过后，那么好香哦，真的哦，那么好香，对，好漂亮啊！这个从来没有想到割到仙草田可以割到香味，对，我以前哦，那很高兴样子哦。这个地方哈，依山傍水，可是依山傍水跟一般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它背后是那个上南片山嘛。那你看到他们罗家的主祠，还有那个最早的那个房子都在这个地方，望族哦。然后那个有这样的风水林，是。然后前面是他们的产业，是。啊，那前面又有溪。对。我觉得在桃竹苗这个地方环抱起来。对，桃竹苗这个地方，我的旅行经验里面是最棒的，大概就是这一条了。啊，最棒的就是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就是给你感觉到，你就会想说，如果有一个秘密基地，或者是什么样的说最美好的山水，想到一个客家最美好的山水，大概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也去过了金寮，是，那我们也知道金车湖那个是水稻田，是，然后这一整片，我觉得是台湾我所知道3大片比较开阔的，对，完整的非常完整。可是这一片比较可惜，就是有2根电线杆，不过怎样还是很漂亮，是。那个关西那个最早的上南片是这一块，就是这一块是他们最早的那个居住地啊。我是觉得这个简直是不晓得怎么挑的，祖先一定要非常有那个能力、开拓能力以及那种观看整个探险精神，什么都要在存在，才会有这种这么厉害哈。我真是佩服，大格局哈。然后整个都姓罗，一个村子姓罗，这个跟这个比较像岭南那个地方。客家人对，就是单姓的村子。是，台湾现在找到一个单姓的村子不容易。是。这样风音好舒服啊。这次的旅行要结束了，每一次的结束，我都觉得每次呢都收获满满，这次也不例外。
我自己把这2天的旅行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哎，我觉得我们昨天去竹东这个大城，对，它有一种大城市集的繁华跟丰沛。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了这个派对。是。然后今天来到了关西，这是一个小镇。那这个小镇的菜市场呢，它有一种简单、从容、缓慢。从我们坐公车遇到了80几岁的阿婆，4、5个跟我一起慢慢的来到关西，然后七嘴八舌，对他们一起买菜，然后到结束，我觉得关西呈现了另一种风情。是。那我觉得这2个城市，2个客家城市呈现的市集，虽然不一定代表整个的客家的族群，可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展现一种多样性跟丰富性。是。我觉得这样的旅游会让很多人都会见识到另一种桃竹苗的风情。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次去看山城，这也是山城啊，海拔更高，海拔更高的，纬度不一样，有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人，真的不一样的趣味，但也有不一样的食物。那非常期待，是，下次换你带了。是。